歡迎來到16頻道，今天來聊一下 Only Friends Dream On 小說裡阿農多的故事。Only Friends Dream On 呢，一共有3對主線。阿農多的故事呢，相對來說比較純情一點，但同時也講出了跟沒有經驗的人談感情，有時候呢，可能反而會被傷得更深。那 GM 的小說基本上跟劇都會有出入，但注意後面可能還是會含有大量的劇透，所以不想要被劇透的各位請斟酌使用哦。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條感情線呢會出現的角色。公的名字叫阿農，表演藝術學院的學生，非常熱愛跳舞，在短影音平台上面呢靠着跳舞累積了一點的小人氣，家境呢相對的清貧，所以在沒有課的日子，他基本上都要上班賺錢維持呢生計。射手名字叫多，同樣是表演藝術學院的學生，夢想是成為造型師，性格的溫和，比較的沒有主見，然後呢是超級有錢的富二代。另外還有其他會影響到他們感情線的人，第一個是 Boston， 道德感為零的花花公子，就是一個人渣。第二個呢是Dean，表演藝術學院的大師生，是多的室友兼好兄弟，夢想的成為演員。第三個是Jack，一樣呢是表演藝術學院的學生，也是多的好兄弟，同時也是Dean的前男友，夢想是成為導演。故事一開始，阿農跟多呢從大一就認識了，因為阿農大部分時間都要忙工作，所以在學校他基本上只有多這個朋友。後來西山要籌備一個舞台劇，多呢是舞台劇的造型師，而賈呢就是舞台劇的導演。賈呢打算把 Shakespeare 的 Romeo and Juliet 改編成 Romeo and Romeo， 但賈呢只找到了 Dean 來演受方的 Romeo， 卻一直找不到適合演攻方的 Romeo。聽完賈呢對角色的要求，多呢都覺得阿農呢很適合，所以就問阿農有沒有興趣。但阿農要上班賺錢，基本上就是沒有時間參演。多了出於想要幫賈的心態，同時又想要增加跟阿農相處的時間，多了這騙阿農說表演了有酬勞，但那其實呢是多了是在轉錢給阿農。聽到有酬勞，阿農就去試鏡了。不過畢竟阿農的專業就不是演戲，而且阿農從來沒有真正的愛過一個人，所以演技呢沒有很好。但賈呢還是看上了阿農的本身條件跟 Romeo 呢很相似，所以賈呢就叫阿農跟多了對戲，看這樣子對阿農會不會比較有幫助。結果一換成跟多了對戲，阿農感情就變得很自然的流露出來了，所以最後呢，阿農就得到了 Romeo 的角色。後來隨着舞台劇的準備，阿農跟多了很多相處的時間，明眼人呢都能看出多了喜歡阿農，所以迪呢就鼓勵多呢要勇敢的追愛，還慫恿多呢主動去吻阿農。之後在一次的派對上面，多呢借着酒意主動的吻了阿農，而且阿農呢還回吻了。在享受完這個吻之後呢，當多呢想要進一步的問阿農感受如何的時候，突然門鈴響起，打斷了他們。而按門鈴的人正是 Boston。隔天，多呢想要跟阿農聊一下前一晚的吻，但阿農卻先一步的說，兩人昨晚都喝醉了，明白了只是酒精影響，叫多呢不要想太多。多呢也因此不敢再追問下去。不過因為舞台劇的關係，他們還是多了交集。隨着時間的推進，阿農也開始主動的找多了去看電影。只是後來在談到自己的感情觀的時候阿農就明確的表示自己不想要跟朋友交往，因為他爸最後連朋友也做不成。聽到阿農的感情觀，多了就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了。但當阿農呢叫多一起拍短影音的時候，多了又會答應，畢竟他還是喜歡阿農嘛。其實隨着更多時間的相處兩人的關係是有在慢慢的升溫的，但這個時候阿農卻發現多了對 Boston 的態度好像怪怪的，一問才知道原來 Boston 是多的初吻對象。當初多了以為 Boston 是可以認真交往的人，結果 Boston 對多了只是玩玩，直接傷透了多的心。但這次 Boston 回來了，卻說要認真的追多，幸好多了也不笨，知道 Boston 的不可信，所以他都會盡量的躲着 Boston。阿農在知道多跟 Boston 的過去後，就很不爽 Boston， 對 Boston 變得很警惕。阿農覺得多了值得更好的，當看到 Boston 想要靠近多的時候，阿農就會插一腳進來。Boston 觀察到這兩人的關係好像不單純，所以他興致就來了。Boston 說了想要幫阿農拍個人照，而且還表示會有酬勞。阿農因此答應了 Boston 的邀請。多了就很不安，怕 Boston 會搶走阿農，所以拍攝中途多了就擅自闖進了 Boston 的攝影棚，就怕 Boston 會對阿農怎樣。但原來阿農並不是為了錢而答應拍個人照，阿農只想要找個機會警告 Boston， 叫 Boston 不要再纏着多。阿農明明對多了在意的不得了，但當在看到多出現後，阿農要不承認自己喜歡多，眼看兩人的關係在原地打轉。Boston 直接作勢要吻多，眼看情況不妙，阿農直接把多拉走，而且居然還主動的吻了多，整個就是在宣告主權的感覺。多整個人搞不清楚狀況，這時候 Boston 還想要摻一腳來個三人行，阿農當然是不准，直接就把多了帶走了。
這一次他終於不能再用喝醉酒來解釋了，多了就趁着時機剛好跟阿諾告白，說自人其實從大一起就喜歡阿諾。在氣氛使然下，兩人順其自然的發生了關係。而且在發生關係前呢，阿諾還有溫準多，確認多了不會後悔，他才繼續。但是在發生關係後的隔天，當多了問阿諾他們現在是什麼關係的時候，阿諾卻說不知道。多了心呢直接涼一半。但其實阿諾的內心是覺得他從來沒有愛過人，所以他不確定自己現在對多的感情算不算是愛。但他就是嘴很笨，不會解釋，而且呢也不擅長看別人臉上的表情變化。阿諾呢不確定如何的回答多，見到阿諾胡鬧的樣子，多呢覺得不忍心，所以多了則主動說沒關係，說他們兩個可以先保持 situationship。阿諾聽到後就很開心的答應了，卻沒有發現多的心呢其實在流淚。看到這邊我真的差點被阿諾氣死，請問你這樣子哪有資格警告 Boston 啊？反正後面他們就繼續的曖昧，但這個時候舞台劇的贊助商就嫌棄頂了不紅，想要把頂了換掉。頂了就很火大，既然贊助商要有人氣嘛，頂了想到的方法就是找阿諾合作賣腐，畢竟他們這是雙主角，也可以說是幫舞台劇要做宣傳。但頂了還是有點義氣的，他有先問準多了可不可以接阿諾賣腐，但多跟頂了像好兄弟，為了頂了演員夢和舞台劇的宣傳，多了也不好意思拒絕。多了甚至還主動的說自己可以幫阿諾和頂了拍短影音。隨着阿諾和頂了拍的影片越來越多，他們的人氣也上來了。即便多了知道是演的，但每當看到阿諾和頂了親密的互動，多了心裡還是會覺得酸酸的。而且因為阿諾的工作本來就很忙，加上還要跟頂了拍影片，本來跟多了約好要去玩陶瓷的，阿諾呢也只能爽約，多了就有點生氣了，但是他又沒有資格可以講什麼。不過對於爽約的事呢，阿諾也是覺得很抱歉，而且阿諾也發現只要跟多在一起，即便是舞台劇的工作，他還是會很開心。只要有多在身邊，阿諾覺得自己可以完全放鬆的做自己。為了可以有多點時間來跟多相處，阿諾直接跟老闆要求提早下班，就為了趕去來幫多了做舞台劇的工作。見到阿諾的工作到那麼累，還提早結束來找自己，多了覺得心裡暖暖的，自然呢也不再生阿諾的氣了。本來兩人的關係已經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了，但這個時候阿諾卻意外的得知，原來舞台劇的演員都是無酬的，一直以來都是多了私下轉錢給他。阿諾知道後就很生氣，覺得自己被多了當成用錢就可以收買的人。即便多了努力想要解釋，但阿諾都不聽，直接拒絕溝通，兩人的關係直接降到冰點。後來表演系的全體學生要出遊，阿諾、多、杰和頂了分到同一個房間，但阿諾還是拒絕跟多了講話。多了覺得自己被阿諾徹底的討厭了，即便在校外旅行，也是一年的世界末日的樣子。顯然在聽完事情的緣由後，這幫多了向阿諾講好話，畢竟多了只是求好心切，一方面想要幫傑倫找到合適的演員，一方面想要幫阿諾減輕生活壓力。阿諾明白多了是出於好心，但還是感到被背叛了，無法輕易的原諒多。這時候頂了也跑來助攻，頂了邀請阿諾去湖邊玩，還叫阿諾要帶上多。之後還沒有等阿諾反應過來，頂了就已經先跑走了。阿諾能明白是頂了想要他跟多了和好，所以阿諾就主動去找多。他清楚多了不是想要故意的傷害他，而且他也不想要失去多了這個好友，所以還是決定了跟多和好。多了本來已經以為阿諾會恨自己一輩子，當知道阿諾願意原諒自己的時候，多了直接大哭出來，兩人也終於談開，可以好好的享受這一次的出遊。不過大學的出遊喝酒是必然的，而喝完酒後就是特別容易出事。多了酒量不好，所以很早就回房間了。阿諾在樓樓下來照顧其他喝醉的人，而在喝醉人當中就包括了頂。當阿諾要送頂回房間的時候，頂呢就發酒瘋，問阿諾在演戲的時候喜不喜歡跟自己接吻，而且呢還叫阿諾吻自己。畢竟阿諾也喝了不少，在氣氛使然下，阿諾差點就要吻上頂了。但這時候頂呢卻突然表現得很抗拒，而且還說有其他人在等阿諾的吻，這也點醒了阿諾他還有多，所以阿諾和頂呢最後是沒有吻到的。之後阿諾跟多的關係也越來越好，阿諾呢開始常常借住在多的家，後來兩人還差點就要在家裡接吻了，卻意外被傑和頂了撞破。傑了還警告阿諾不要像 Boston 那樣子傷害多，阿諾也很確定的說自己不會傷害多。眼看兩人都快要修成正果了，但是就在舞台劇試演的當天，在演出的途中，舞台的熒幕呢突然開始播放阿諾和頂在校外出遊的時候接吻的影片。雖然阿諾和頂呢其實沒有吻到，但影片的角度卻令他們看起來好像真的在親吻。看完影片的多覺得這個同時被曖昧對象和好朋友了背叛了，多呢拒絕跟阿諾或頂呢講話，多呢甚至還把頂呢趕出了他們一起住的房子。當天晚上，阿諾一直在多的家門外按門鈴，但多呢都沒有回應。
隔天早上，當阿諾呢再次來到多的家裡找人的時候，這次門呢終於被打開了。然而應門的人卻是 Boston。阿諾呢一見到 Boston 就覺得是 Boston 呢對多了亂來，一拳呢就往 Boston 的臉上去。Boston 呢當然不可能乖乖的站着被打，所以他有回揍了阿諾。眼看兩人一發不可收拾，多呢就趕快上前阻止，結果阿諾卻錯手打到了多。阿諾立馬想要跟多了道歉，但多呢完全不領情，還要 Boston 呢扶他一把。看到多的選擇，阿諾的內心直接涼一半了。而且之後每次當阿諾呢想要靠近多的時候，多呢都會拿 Boston 來擋。不過多跟 Boston 之間其實沒有發生任何事。實情是呢，在看到阿諾和丁的疑似接吻的影片後，當晚多呢就跑去買醉，之後還主動的聯絡 Boston， 要求 Boston 呢跟他睡。但 Boston 呢還是僅存了一點點的良心，就是他不跟喝醉的人做，所以 Boston 是單純的照顧了多一整晚而已。但是因為多呢一直不願意跟阿諾呢講話，阿諾就以為多呢最後選擇了要跟 Boston 交往，所以阿諾呢就找上了 Boston， 叫 Boston 要照顧好多。Boston 傻眼的說，想要照顧多就自己去照顧，不要找別人。阿諾呢才知道，原來多呢根本沒有跟 Boston 的交往。阿諾呢也終於意識到，原來自己是真的喜歡多，所以他要抓緊機會向多呢道歉和告白。多呢很怕會再次的受傷，但看阿諾呢告白的如此的深情，他又有點心軟了，所以他就表示自己不會再躲着阿諾，不過他也還需要時間去原諒阿諾。之後阿諾就開始真實的追多，為了討多的歡心，阿諾甚至跑到了多的父親經營的遊樂場幫忙，結果一個不小心，阿諾卻從高處甩了下來。這一甩，阿諾直接6個月不能跳舞。多呢很自責，覺得自己害了阿諾，但阿諾完全不介意，還反過來安慰多。阿諾甚至趁機的問可不可以住進多的家，請多呢負起責任，照顧自己。多呢覺得傻眼又好笑，最後兩個人終於正式在一起了，完美撒花。以上就是 Only Friends Dream On Me 阿諾多的小說故事，算是很純情的一對，做什麼事呢都小心翼翼的。中間其實還有很多很可愛的曖昧小故事。個人看來回憶亂源就是 Boston 呢，但 Boston 呢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做丘比特而已。反而是阿諾呢猶豫不決的態度更讓人生氣，有點可惜他們的角色設定呢沒有到貴圈真亂。明明 Josh Groban 呢很適合演這一類成人題材，不過劇呢可能會有不一樣，就看之後開播了。看完小說在 GMMTV 的 ebook 平台就看得到，在網站版買完小說後就可以到 App 上面看了。小說裡有很多日常的小片段是16沒有提到的，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Only Friends Dream On 一共有3對的故事，16頻道之前已經做過 Jack Dean 的解說了，之後也會做 Roman Ruffin 的故事解說，記得關注16頻道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大家對 Only Friends 的故事有什麼看法呢？歡迎留言分享，一起討論。那我們下期影片見，拜拜。